卖鱼喽，卖鱼喽！海螺鱼10块钱3斤，哎，就剩最后几条了，便宜卖，便宜卖，哎，便宜卖，哎，怎么就没人来呢？城管来了！林飞，城管来了，还不赶紧跑！我靠！这是哪儿？反正我乃海神龙皇，你命中与我有缘。今日我便赐你一双观海眸，有此眼，海中事物不过一目了然。原来是个梦。鱿鱼700克，35元。这不是梦。哎，说你呢，这儿不让摆摊，赶紧收拾东西走啊！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我去，这观海湖的能力简直和开透视没区别啊！这找点值钱的大货，那不是小菜一碟吗？出发，搞钱！哎，看来就算开了透视，这大货也不是那么好找的呀。哎，干嘛呢？哎，那不是林家老二吗？看他搁那转半天了，他那篓啊还都是空的嘞。你们懂个屁！这些便宜的海货怎么能进我的篓？梭子蟹570克，85元。我去！居然有这么多梭子蟹啊！这不是要发财了吗？小钱钱，我来喽！我去，这么大！发了！就这一会儿，我就抓了26只梭子蟹。如果按照80块一只来算的话，这会儿我就赚了2000多块钱了。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啊，那岂不是分分钟走上人生巅峰吗？小青龙3.5千克，1800元。小青龙，这里竟然还能有这么大的小青龙！我天，发了！这么大的小青龙，如果拿去卖，这规格绝对超标了，绝对不止观海眸标的1800块了。这下可是赚大了，宝贝，来吧，过来吧你！没想到这么快就抓满了，可惜了，早知道就多带个鱼篓过来了。算了，今天的时间也不早了，就先到这里吧。明天我一定要多带个鱼篓，好多抓一些。已经给的很多了。哎呀，来，老板，哟，林飞来了，这次又逮到了什么东西啊？不会是一些小鱼小虾吧？不过以后你可得小心点，别再让城管点的摔不头了。老板，这梭子蟹和小青龙，你这怎么收啊？什么小青龙？这不是一般人能抓得到的，专往圆缝里面钻。不过呀，这一条能顶一空的梭子蟹的价格。不可能，我赶海这么多年，就没抓到过一只小青龙。他林飞有什么本事？凭什么能抓到？这小子才赶了几天海，肯定认错了。对，你们自己抓不着，就别在这里说风凉话啊！你们抓不到，不代表我抓不到。哇，小兄弟，这么多梭子蟹，品质还都是1等1的好。还有这只小青龙，也是有活力的很呢。真让这小子中了大运了。老板，别光看啊，你还没说这价格怎么算呢？这样吧，你这海鲜啊，品质都不错。梭子蟹的话，给你80一斤。还有一条小青龙，尺寸也不错，给你320一斤，怎么样？这个价格倒是和观海眸标的差不多，甚至小青龙的出价还更高一些。可以，没问题，过证吧，老板。小兄弟，梭子蟹啊32斤，小青龙7斤，一共就是4960块。你第一次来我这做生意，凑个整，1000块我收了，怎么样？行，没问题，谢谢老板。以后你再抓到好东西，只管送到我这儿来，一定给你个好价格。你点点。放心吧，老板，绝对给你拿过来。给。哎，某些人今天不会没收获吧？哟，不可能就只抓了些小鱼小虾吧？刘飞啊，回来了，准备吃饭啊！3年前一场赤潮毁了家里刚承包的鱼塘，赔掉了所有的积蓄，还欠了债。为了还债，爸妈不分日夜的工作。现在我也有了这双观海眸，我一定要让爸妈过上好日子。吃。哎，爸妈，我今天赶海赚了这些钱，你们拿去用，哪里需要就用哪里啊。刘飞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些钱从哪里来的？林飞，你说实话，这钱怎么来的？咱们家呀是困难了点，可咱千万不能做违法的事儿。不是，爸妈，你们想到哪儿去了？我跟你们说，自从我回家赶海这段时间，我就发现我在这方面特别的有天赋。哎，哪里有海货，哪里没有海货，我一看便知。哎呀，爸，我跟你保证，这钱绝对是合法合规的啊！你就拿着用啊！行，吃饭，菜都凉了。吃饭吧，快吃。
奇怪了，我记得昨天这里明明还有不少海鲜的呀，今天怎么什么都没有了？凌飞，这个地方现在归我们了。没错，你呀，去别的地方吧。这是看我昨天在这儿赚了不少，都眼红了。可惜你们不知道，这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好啊，那这就让给2位了，祝2位能抓到大货。这就这么让给我们了？哎呀，赶紧找吧，这小子昨天没少在这里抓海鲜。2个傻缺，你们2个去找吧。今天但凡你们能在那儿抠出个海螺，我都得夸夸你们。哈哈哈，宝贝儿们，我来了！哇，这地方的海鲜可真多呀！鲍鱼720个，12800元。不是，多少？1万多？难道是极品鲍鱼？小家伙，吸得还挺紧啊！给我下来吧你！这个大小，这个品相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1头鲍？怪不得一个可以卖1万多呢。这我出去做牛马，什么时候才能赚到啊？不过这也太爽了吧！观海眸适应度提升，海洋直觉开启。海洋直觉，现在就算不特意使用观海眸，我也能感觉到海鲜大概在哪个位置。难道这就是海洋直觉的作用？今天这海鲜也抓得差不多了，这，王哥，哎，我来了。你吓死我得了！我呢，今天给你带了点好东西。哎呦，乖乖啊，居然是1头鲍！你小子可以啊！咋样，王哥？这个收不收？哎，收，当然收了。我看看啊，这鲍鱼啊，这1斤1两多一点，品相也好，我给你出14000，怎么样？哦，行，没有问题，老板。哎，啊，对了，我这还有些其他海鲜，你也一并收了吧？行，我看看啊，梭子蟹、青蟹、香螺、生蚝，哎，品质可以啊，就是数量都不多。不过你自己一个人赶海，这么多已经不错了。那这样，一口价4000块，我全收了。王哥给的价格倒是都挺足的，可是我一个人能拿的东西还是有限，看来是时候买辆车了。不仅能多带点海鲜来卖，还能去远一点的地方赶海。附近的海滩都被渔民翻得差不多了，说不定偏一点的地方会更多。行，王哥，就按你说的价来吧。哎，王哥，没啥事，我先走了。走了，王哥。是这样的，我这收购站呀，和市里的酒楼有来往。今天酒楼那边给我递了个信儿，点名要收一批高品质的海参，说是有个大人物想吃，你看看有没有办法搞一批来。海参啊，这个东西不太好搞啊。哎呀，是啊，这的确得看运气。王哥，我的意思是得加钱。好说，只要你能弄来啊，价格没问题。行，王哥，等我好消息吧。我抓到了，就第一时间找你啊。行，慢走啊。今天这靠卖海鲜的钱就卖了将近小2万，照这个进度下去，发财致富的道路指日可待。不过现在这么卖还是有点太慢了，当务之急是应该先弄个车，不然跑一天怪累的不说，还卖不了多少东西。算了，今晚先早点休息，明天还有的要忙。这有了3轮车以后啊，就是好，不怕磕不怕碰，我这赶路也方便多了。而且这3轮车还特别的能装，之前我只能拎1个篓子出来装海鲜，现在我这车上少说我也能放下3个篓。接下来就要找海参了，海洋直觉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极限吧。来，告诉我海参在哪边？在那边。找到了，真有用！我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海参，这下我不得赚他个盆满钵满！小海参子，我来喽，千万别跑！150、280、400，哇，这颗大呀！这颗最少得值500。哎呀，发了！海洋直觉加观海眸。这效率简直翻倍啊！张经理，我也实在没办法。这2天啊，我让不少渔民联系，这海参确实不好找，
而且你还想品质好呢，这一时半会儿真搞不过来啊！这眼瞅这日子就快到了，我跑那么多收获站，居然没有一家有高级海参呢，这可咋办？冯哥，哎，你之前让我找的东西，我可给你找到了。小飞，你可算来了！我要的海参，你真的搞来了？那当然，我出手还能有搞不定的东西？小伙子，我要的可是高级海参，不是你随便弄点小参子就能糊弄的。哎，凌飞，这位就是酒楼的张经理，就是我跟你说要收海参的那位。行，话不多说，这东西的好坏，张经理一看便知。张经理，我操，居然有这么高级海参！小伙子，你出个价，我全部要了。哎呀，张经理，你好像搞错咱俩的身份了，我呢是卖家，你是买家，出多少钱那还得看你的意思吗？好，不论大小，通通350一只，你行吗？350一只吗？虽然有几只个头特别大的，不止这个价钱，但总的算下来还是赚了的。成交，没问题。那你们点个吧。来，小飞，这海参呢，一共是41只，总共就是14350块。小兄弟，你今天可是解我燃眉之急，凑个整，15000你收着。以后但凡有高级海参，通通往我这儿送，照单全收啊！行，那我就多谢张经理。行，我也得赶紧送这海参回去。先走了啊！王哥，那我也先回家了。慢走啊！爸，又盘着呢。啊，你前2天不是拿了5000块钱吗？我看看用哪里比较合适。哎呀，这也是你赶海挣的啊？对啊。哎呀，这是这2天赶海赚的，也就2-3万块钱，不多，真的不多。哎呀，你小子给我装起来了啊！爸，行，你赶紧盘盘吧，你看这笔钱用在哪儿合适？好。得，那您老盘着吧。臭小子，真是有出息了。这块好东西不少啊。这下面除了蜡螺之外，还有不少猫眼螺，还有青蟹。看来今天收获又能不少。这块抓的差不多了，再去那边看看。小老弟，露瞎脚了啊！我去，这块竟然这么多皮皮虾！要是把这些都抓完的话，再加上之前抓的，今天又能赚个几千块。继续，早点挖完回家。哎呦，青蟹、猫眼螺、皮皮虾，这一天天啊，就没有你小子抓不到的东西。这青蟹呀，150一斤，皮皮虾90，猫眼螺和蜡螺另算，怎么样？王哥公道，够称吧？哎，稍等一下啊。这一共呀是2870，凑个整2900。行，王哥大气。哎，来，你数数啊。有了这3万多，家里这债应该也还的差不多了。接下来也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未来的规划。这个观海谋对于渔民的我来说，的确是个很好的方向。可惜，毕竟不能够长久的发展，不太稳定，还是太看运气了。哎呀，还是得相对找一个稳定的收入。至于干什么，等以后再说吧。还是先老老实实赶赶海，多攒点钱再说。不过这一个人干活确实效率还是有点太低了。去哪儿能找一个好点的搭档？算了，不讲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得再去赶海。这个地方不错，挺偏的，应该不能再有什么人了吧？
这有几只老虎蟹，个头还不小。嗨，这不一下就好起来了吗？我看看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哎，那不是池山吗？这可是以前班里关系最好的同学，自打家里欠债，我出去打工之后，再没见过。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这里能遇见，挺巧啊。池山，飞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城里打工吗？嗨，不干了，回来赶海。哎，今儿来的挺早，收获咋样？转悠半天，什么都没抓到。啊，确实没什么东西，毕竟池山没有观海眸，没办法一眼看到藏起来的海鲜，要多费不少功夫。不过池山以前和我关系那么好，还是要帮一下的。池山，跟我来。好。刚刚就看到这批海胆了，正好带着池山抓一波，也能让他赚上一些。飞哥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看这边都是些什么？哇塞，这么多海胆！飞哥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货的？啊，男人的直觉。那你笑什么呀？赶紧抓吧！啊！怎么了？就抓这么几个就抓不动了？才抓这么几个就抓不动了？飞哥，这些海胆都是你找到的，我能跟着你抓这些已经可以了。唉，你跟我俩还讲究这些干嘛？赶紧的吧，抓完这些我再带你去抓其他的海鲜啊，多抓点。好。老板，我来了。啊，来了。哎，这是整了个帮手。那今天肯定没少整好东西吧？我今天这东西有点杂，老虎蟹、海胆什么的，你看看吧。行。不错，虽然东西杂，但品质啊都是一等一的好。有时候还真纳闷，怎么什么好东西都让你抓到了？我这就是运气，运气好。行，我称一下啊。凌飞，这老虎蟹是18斤，海胆是37斤，还有青口贝蛏子，一共是8斤，总共就是3800块。你看这价格怎么样？我没啥意见，就按这个价格吧。哎，行。那你收好啊。好，那王哥我先走了啊。慢走啊。飞哥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一般赶海一天最多也就100-200来块钱，一般就只有几十，你这一天就干了3000多块钱，太厉害了吧！啊，今天啊，要是没有你的帮忙，我也赚不到那么多。来，给你拿着，这是你那份。不行，飞哥，你这给的太多了。要不是你带着我抓海鲜，我抓不了那么多的。你得拿大头，你这给的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哎呀，给你就拿着，要是没有你帮忙，我今天压根也抓不了那么多海鲜。来，你要是不拿着的话，我以后还怎么敢找你赶海啊？还是说你不太想跟我赶海啊？没有，我想跟飞哥一起赶海。那就说定了啊，以后咱们俩就一起去赶海。不过你跟着我赶海没有底薪，就按照每天赶海的收益的3成给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只要能和飞哥一起赶海就行了。不过按照今天的收益来看，你给我的分成太多了，我拿1成就行了。哎呀，既然你都已经答应跟我一起赶海了，那我就是老板，你就是员工。你这个员工可得听我这个老板，我说3成就3成。行了，别磨叽了，走回家。妈，回来这么晚，真叫人担心呢。伯母，都怪我，今天我一早拉着他多赶了一会儿，然后我俩这才刚从收购站回来。没事，只要知道丫头是和你阿飞在一起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不过阿飞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也不知道打个招呼啊。妈，飞哥这才刚回来不久，而且今天我和飞哥去赶海，赚了不少钱呢。你看。平时你赶海一天能有个100来块就不错了，今天怎么这么多呀？妈，我跟你说，飞哥他简直神了！今天我和飞哥去赶海，飞哥找海鲜一找一个准。今天我们赚了快3000多块钱呢。这么多，阿飞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没有，伯母，我就是平时街瞎逛。这天也不早了，那我就先回家了啊。那行，路上慢点啊。好。
别看了，人都走远了，再看眼珠子都掉下来了。妈，丫头啊，打小你俩感情就好，今天赶海，阿飞能分你这么多，都是人家的好，咱可得都记住了，知道不？知道知道。走，回家。飞呀，你这回来一天比一天晚了。赶紧吃饭吧。飞呀，妈知道你想给家里多挣点钱，可是不能每天都回来这么晚呀。这海边也不是说多安全，也没个人照应，妈实在太担心了。妈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今天啊在海边找了个伴，以后我们就一起搭伙去赶海。找了个搭档，谁啊？熟悉不？人咋样？就池山啊，你们也认识啊。今天啊，我刚好在海边就碰到了，后来想了想，干脆就拉着大家一起赶海呗。不错，池山那孩子，咱俩看着他长大的，性格又好又勤快，有他搭个伴照应，我们也放心。凌飞啊，赶海挣的钱多分人家一些，不要亏待人家啊。我知道啊，爸。飞呀，你这也老大不小了，咱家里的债呀都还完了，咱娘仨现在都有活，压力也没那么大。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你的个人问题了？妈，什么个人问题啊？还能有什么个人问题呀？肯定是你的终身大事啊！我看那池山丫头就不错，知根知底的，对吧？跟你也熟悉，模样还周正。你现在天天拉着人家赶海，相处时间也多，你可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啊！哎呀，妈，我现在讨论这问题也太早了吧？早什么呀？那隔壁张婶都当奶奶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还有那什么，你们两口的事啊，我吃饱了，我回去睡觉，困。别急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这傻小子真愁人。吃饭。飞哥，你怎么起得这么早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？而且赶海就是要趁早，去晚了海鲜不就被别人抓走了？飞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咱今天去哪个海边赶海比较合适。哦，这样啊。行，那走吧，咱出发。居然有隐身的海豹，这东西轻易见不了，今天运气也太好了。池山，走，咱们去那边看看，我觉得那边应该有大货。飞哥，你来这儿干啥？这也没什么东西啊。这海蚌，飞哥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海蚌的？这个野生的国内更少，而且一般不会出现在海滩的。这个呀，就是凭直觉呗。而且我感觉这下面还不少呢，快跟我一起抓。好，别让他们跑了。飞哥，我也抓到了。不错，快继续，别让其他的跑了。1只、2只、3只，飞哥，我抓了12只呢。我这里也有17只左右，咱俩这样加起来一共就是29只。如果说均价是按200块钱一只来算的话，咱俩这一下可得有6000块钱了。6000，是在做梦吧？飞哥，你要不撬我一下？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吧？瞎想什么呢？走吧，咱们去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海鲜。等会儿。怎么了？脚卡住了。哪只脚？右脚。没事，你这就是陷到淤泥里了。这样，你扶着我慢慢动啊，一点点用力，左右慢慢摇晃。来。那个，没事吧？那咱们走吧。飞哥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也陷在海泥里过？记得呀，当时咱俩是去挖海螺，你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陷在海泥里。对啊，当时我被困在那儿，我只能看着那海水一点点往上升，可把我吓坏了。不过当时也是你把我拽出来的。我记得那次和今天挺像。那这么算起来，你可是救了我2次呢，我的大英雄。
什么大英雄，幼不幼稚？走走走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小飞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这一会儿有点事，今天早回来一些。哎，我这今天弄了一些海报，你看看什么价格？这你都能抓来，你小子可以呀！王哥，你少夸我2句吧，给我算算价格吧。行，这一共是46斤，1斤是160，总共就是7360块，怎么样？这个价格确实可以，和管海谋预测的差不多。老板给的价格我一向放心，没问题。哎，行，还是你小子爽快。行，老板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来，这是你今天的报酬，你就先回家吧，我要去城里一趟。你去城里干嘛？家里的家电都有些旧了，现在正好手里有点钱，我想的是去城里买几件新的回来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行不行？也行，反正今天也没啥事，想跟我跑一趟也行。行，走吧，那我们去买家具。手上差不多还有8000块钱，买些什么合适呢？帅哥美女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是这样，我想买一个洗衣机、冰箱，然后啊，再给我来2个空调吧。行，那冰箱的话，我给你推荐这一款，其他的都可以。好，那行，冰箱要这个，洗衣机要这个，再要2个空调，算一共多少？好啊，我们店里面现在有活动，这些下来一共8000块钱，您看怎么付账？哦，哎，等会儿，那个我觉得你给的价格有点太高了。美女，我们这已经是活动价，我刚路过隔壁，我看人家就卖6000块钱，你这卖8000，那贵了2000块钱，你能不能再便宜点？我这已经是活动价，那你不能便宜，那我不买。哎，行，那6800不能再低了，这个价格差不多。哎，飞哥，付钱啊。哦，好。这6800你点点。行，是我没错，那我去帮你们拿收据。啊，对了，需要我们派师傅提供送货和安装服务吗？哦，可以，帮我安排2个师傅安装吧。行。可以啊，没想到你这么会砍价。那是，我可是砍价小能手，好不好？别小瞧我。是啊，我见了这么多小夫妻啊，你啊是我见过最能砍价的。我们不是夫妻，就是朋友。啊，你们俩不是夫妻啊？那抱歉，是我误会了。那个师傅准备好了，要不咱们现在出发？啊，行，来走。往那屋里搬吧，慢着点啊。飞呀，这啥呀？师傅，往那屋搬就行啊，慢点啊。好。飞呀，这啥呀？啊，妈，我这不挣了点钱，买了点新家电，这都是安装师傅，你快去看看，安排他们放到哪儿。哎，你这孩子净乱花钱，那家里的又不是不能用。哎呀，妈，挣钱不就是花的吗？买都买了，快去吧啊！哎，放那屋里吧。哎呀，辛苦了，慢走啊！再见。哎呀，妈，你干嘛？你个臭小子，买东西也不跟家里说一声，这得多少钱啊？我没花多少钱，况且池山还帮我砍了价呢。哎呀，还是池山懂事儿。山啊，阿飞做事没个把门，你以后帮我多看着点他啊。我知道了。哎，赶紧送池山回家吧。行，那我骑车送你回去。行，那我骑车送你回去。哎呀，骑什么车呀？走2步能累死你啊！啊！哎呀，伯母，没事的。太晚了，让凌飞送你，快去！快，这傻小子！哎呀，这钱也不经花呀，几天赶海赚的钱一下就花光了。飞哥，你之前不是自己说的吗？挣的钱就是用来花的，而且你赶海那么厉害，几天不就挣回来了？可还是心疼。哎，你笑什么呢？没有啊。我就是觉得，在外面说话那么强硬的飞哥，在伯母面前就变成小奶妈了。好啊，小山，你敢嘲笑我是吧？砍招，快跑！飞哥，到了。啊，
行，那明天我来接你，你就别跑了。好，我等你。那明天见。咱们今天这运气似乎不太行啊，这赶了半天海，都是些小鱼小虾啥的，没多少钱啊。飞哥，虽然都不是什么值钱的，但这些什么青蟹、辣螺什么的，加起来也有几百块钱了。四处再转转，不行咱们就回家吧。大象贝1千克500元，天然珍珠20毫米5万元。哎，池山那边好像有东西。哇塞，是扇贝！看来珍珠就在这里了。果然，这扇贝里面居然还有珍珠，肯定价值不菲。观海模式硬度提升，传说海洋知识。哎，飞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想到我的观海眸居然还能传输给我海洋知识。现在我不仅能直接看到海星的位置和价值，还有了对应的抓捕和养殖的方法，简直完美。我没事。可能是最近这赶海天天起得太早，没休息好。那我们今天不赶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哦，好。今天啊，除了咱们那颗珍珠，就卖了1300块钱。啊，这是你那份。已经很可以了呀，飞哥，不可以好高骛远。已经很可以了呀，飞哥，不可以好高骛远。也是。对了，池山。这珍珠我这2天看看找个人卖了，然后分成我也按之前说的给你。不行，飞哥，那个珍珠一定很值钱，你发现的你就自己拿着嘛。说好的事，咱不带变的啊！行了，别磨叽了，回家。来吃吧，都饿了吧？爸妈，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认真？我想重新承包一个鱼塘，再搞鱼塘养殖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就是跟你爸前几年搞那个鱼塘，才给家里欠了那么多债。累死累活还了那么久，你现在赶海好不容易还清了，我绝对不会同意你再去搞什么鱼塘，绝对不行。妈，飞呀，你现在赶海不是挺好的吗？自由挣的也不少，为什么你非得犯傻去搞那个鱼塘呢？妈，我知道你说的没错，赶海的确自由，可是它太看运气了，而且它还不稳定，我还是想试试搞个鱼塘。之前你们那次作赔了，主要是因为经验不足，没做好防范。这次我也一定会注意的。飞呀，鱼塘呢，爸搞过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赔个底儿朝天了。你真打算搞啊？也不怪爸妈担心，毕竟他们不知道我从关海毛那儿得到了海洋知识的传承。但我有自信，凭着这份海洋知识，搞一个鱼塘对我来说轻而易举。爸，我是认真的，而且我有信心搞好。那就去吧，趁着年轻多闯闯。那就去吧，趁着年轻多闯闯。你，哎呀，别急，孩子有想法就让他试试呗，大不了重新回来赶海嘛。啊，没事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又不是傻子，这次我一定会做好准备的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就先在赶海，积累些资金，然后去挑地方，看看哪些地方更适合作为鱼塘。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搞好的。行，自己有规划就好。要是哪里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就说一声。好，哎，吃饭吧。吃饭。好。海洋知识里包含了不少垂钓技巧，如果能好好利用的话，说不定能钓上来些好东西。不过这鱼竿已经好多年了，还能用吗？算了，试试就知道了。哎，飞哥，你拿个鱼竿来干什么呀？那个，我想钓鱼试试，看看能不能钓点好东西。啊，飞哥，我相信你，以你的实力，肯定能钓到大货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走吧，进赶海。我这找了半天的零碎，原来好东西都在这儿等着我呢。这么多鹅颈藤壶，这最少得有15斤左右，6000块又到手了。池山，快来，这有好东西。哇塞，飞哥，这么大一片鹅颈藤壶，光这片鹅颈藤壶，咱们今天就已经赚大了呀。是啊，有了这些鹅颈藤壶之后，咱今天的收获呀，也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。这样，你在这里把这些藤壶都给装起来，然后我去那边钓鱼，再看看能不能弄到点别的东西。飞哥，
哥，我相信你。咱们今天就算没钓到什么大货也没事儿。整条鱼改上伙食也行，只要不空军就是胜利嘛。空军？开玩笑，你飞哥妥妥的海军，好吧？哼，快装吧。自从有了观海眸之后，我便能清楚这海里海鲜的位置还有种类。可是之前一直苦于这些海鲜都藏在海里，无法将它捕捉出来。不过现在我有了这个捕捉技巧之后，倒是可以试上一试。罗贝鲈8个70克，3100元。看了一圈，就属你最贵。这样应该能钓上来吧？小伙子啊，你这样可钓不上来鱼。小伙子啊，你这样可钓不上来鱼。你是哪位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这样钓不上来鱼。哦，你认为怎么才能钓上来鱼呢？至少你得有套像样的装备啊！你看看你的小鱼竿，这要真碰上大货呀，说不定就给你折断了，那还怎么钓嘛？你得有一套像我这样的装备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大哥，感谢你的建议，但你不是来钓鱼的吗？这样，咱俩打个赌，就比比谁钓得快，谁钓得多，怎么样？要是我输了的话，那我就虚心的听您的建议；要是我赢了的话，咱俩就安安静静的钓鱼，享受这个钓鱼时光，如何？看来你是不相信我的经验之谈呢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，你输了可别哭着求我教你。不错呀，不过这可才刚开始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好，费了这么大劲，可算找到你了。居然是罕见的驼背鲈？不对呀，那驼背鲈这么稀有，还不好捕获，我怎么会做一个拿小鱼竿就能钓驼背鲈的梦啊？看来应该是我赢了啊！师傅，请受徒儿一拜。看来应该是我赢了啊！师傅，请受徒儿一拜。不是，你这是干嘛？师傅，你拿这么小个鱼竿就能钓成这么多鱼，我自愧不如，还请师傅受徒儿一拜。蒋学啊！蒋学，不教赤山！赤山怎么样？赤山怎么样？飞哥，我刚刚正在捡海鲜，然后不知道从哪窜出来的东西就咬了我。可恶！要是我刚刚在的话，一定能提前发现的。但还好，海洋知识告诉我，这条蛇毒性不大，只要赶紧送池山去医院打针血清就好了。没事的，池山，这条蛇毒性不大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你这时候不适合活动，来，我背你。师傅，我开车来的，我送你们过去吧，会快一些。好，那麻烦你了。对了，帮我把这毒蛇也带上，要用的夹子啊，这蛇死了也会动的，千万别上手抓。好。师傅跟我来，我的车在这边啊。就是你们刚才打电话说有人被海蛇咬伤了？对，是我们。医生，被咬伤的就是他，这是咬伤他的那条蛇。还好，别担心，这条海蛇的毒性不大，我们医院有对应的血清，你们送来的也算及时。让我带他去做个化验和过敏测试，没啥问题的话，打针血清，留院观察2天就好了。好了，医生都说没事了，快去做检查吧。对了，大哥，这次多谢你了，还没请教大哥你怎么称呼啊？对了，大哥，这次多谢你了，还没请教大哥你怎么称呼啊？谢什么呀？我叫杜宇，一个退休医生，现在回家弄了几个鱼塘承包，唠个清闲自在。平时我就爱去海钓，没想到碰上你了，咱们也是有缘分。我呢嘴碎，爱指点2句，没想到你是一个隐藏的钓鱼高手，我真是班门弄斧了。我那都是些歪门邪道，杜大哥要是感兴趣，回头咱俩约一下，我到时候把那些歪方法全都说给老哥。那感情好，还请师傅受徒儿一拜。杜大哥，你就别再调戏我了，我厚脸皮叫你一声大哥，你叫我小飞就行了。对了，大哥，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包了几个鱼塘，对吧？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空闲的？还剩那个最大的。怎么，小飞你有兴趣？
这不是巧了吗？我最近啊，刚好想承包些鱼塘，搞搞养殖这一块。若是方便的话，大哥带我去你那里看看，怎么样？这还真是赶巧哈！看来啊，我们还真的是有缘分。行，等你有空了过来看看，要是相中了的话，我给你最优惠的价格。行，大哥，那这样咱俩留个联系方式。哎，好。啊，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回头约。行，杜哥慢走，我就不送了，我还得去池山那边呢。哎，好。池山应该没事吧？患者家属，患者池山已经检查完了，没有什么问题，现在在接受相应治疗。你先把费用交一下吧，顺便办理一下住院。虽然说没什么问题，但还是住院观察2天稳妥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大夫啊。飞呀，伯母，户口本拿来了吗？带来了。飞呀，山没事吧？咋就被蛇咬了呢？放心吧，伯母，咬池山那蛇毒性不大，现在已经打过血清了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就是先住院观察。这样，我先给池山办住院手续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伯母，我带你先去看看池山。好，走，快。山呢？咋那么不小心呢？疼不疼？有没有伤到哪里呀？妈，没事儿，别担心，已经打过血清了，好了很多了。伯母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池山。飞哥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你又不会未卜先知，而且这次是我自己不小心，不能怪你。是啊，阿飞，这次的事儿不能怪你，赶海难免会有遇到这种事的时候。飞哥，这么沉闷都不像你了。我想吃香蕉，你去帮我买点香蕉回来。我想吃香蕉，你去帮我买点香蕉回来。哦，就让伯母先陪着你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妈，怎么了？你愁眉苦脸的，心事都写脸上了，说吧。山呐，那妈就直说了啊。你以后就不要和阿飞去赶海了，成不？为什么呀？山呐，妈知道我身体不好，你担心妈不舍得出远门，才留在村里赶海的，都是妈拖累了你。妈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？你就我这一个女儿，我要是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可是你赶海，一不稳定，二不安全。先不说这次被蛇咬，以前你不还被水母蛰过，还被毒鱼刺伤过？这海边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地儿。听妈的，你就到外面好好找份工作，不用担心我啊。你就到外面好好找份工作，不用担心我啊。妈，你的身体一个人，我能怎么放心啊？而且赶海自由，我跟着飞哥干，我收入也上来了，每天能有好几百呢。在外面可没这么好的差事儿。可是，妈，别可是了，我以后会更加小心的，别担心了。我以后肯定是要继续跟着飞哥去赶海的，你可不许拦着我。飞哥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珊珊，我刚才听到伯母说的话了，我觉得你以后还是不要再跟着我赶海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嫌我拖后腿了？我以后会更小心的。不是，池山，你在赶海上帮了我很多忙。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继续跟你一起了？池山，伯母刚才说的都有道理，毕竟赶海是靠天吃饭，而且海边危险很多，我也不打算一直靠着赶海过活。那飞哥，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呀？我还能跟你一块吗？我打算攒钱回头承包个鱼塘，然后搞海产养殖业，这样也更稳定、更安全一些。这2天我就打算去找地方，到时候你就是我第1个员工。真的吗？那到时候你可要亲自回来请我。那当然了，你心细手巧，还能算账理货，我可舍不得丢掉你这么个好员工。到时候你得是咱们鱼塘的1把手。好，那我要快点好起来，到时候我要去给你帮忙呢。阿飞，我之前说的，抱歉啊。伯母，你也是担心池山，这都可以理解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池山的。阿飞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。你们先聊着，我去接些水啊。你们先聊着，我去接些水啊。你站在那干嘛？呆死了，坐呀。池山，
最近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养吧。我现在手里的钱还差很多，然后我打算攒钱再去赶海。哦，对了，之前咱俩弄到的那个珍珠，我这2天就去找个地方把它给卖了，这样应该也能弄到不少钱。等到时候把钱凑齐了，我再来请你。珍珠的那个钱卖完以后，就按之前说的分成，到时候给你。飞哥，我想过了，我不想当员工，我也想当老板。这样吧，卖珍珠的钱你不用给我了，你全都投资鱼塘吧，我们合作一起搞鱼塘，怎么样？行，那咱俩就一起搞，你也当老板。那你就先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东西倒是都还在，可惜之前抓的这么多鹅颈藤壶，还有驼背鲈也都坏了。算了，来吧。东星斑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看来今天又能有一批好的收获了。1条，2条，3条。这批东星斑品相都不错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要是池山在，肯定会很开心。算了，不想那么多了。哥，哎，小飞，昨天咋没过来啊？让哥哥好想。哥，我这昨天有点事情，所以就没来。你看今儿抓了1篓子东星斑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货。哦，小飞，你今天这运气可以啊，这东星斑都让你抓了1篓子，这得有8、9条吧？哥，你看看给我过秤吧。行。小飞，这东星斑呀，一共是16斤7两，按照市场价120一斤，刚好是2000块。但这些杂货就不值钱了，一共是350，总共就是2350块。啊，行。行，那就多谢王哥了。也不清楚承包个鱼塘到底需要多少，看来明天要去杜大哥那里看看价格。之前和杜大哥电话联系过，地址说的应该是这儿吧？不知道找没找错。哎，小飞，可算是把你等过来了。杜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咱就别磕头了，先看看鱼塘吧。好，那走着。哎，这个鱼塘啊，是我最大的一个鱼塘，就坐落在海边，配有闸门。近海呢，也属于这个鱼塘的一部分。鱼塘加上近海部分有20亩左右。不管是搞网箱养殖还是鱼塘养殖都可以，水质也不错。不过呢，就是设备少了一些啊。拿到手之后啊，得进行改造。杜大哥，刚才我也看了，这塘子确实不小，不知道你打算以什么价出？这可是我最好的一块鱼塘，按照行情呢，每亩年租金3000，一共就是6万。咱俩投缘，你要真包，我给你1年5万，怎么样？1年5万，要是包3年就是15万，价格倒是不错，但算上后期改造、购买设备什么的，启动资金怎么也得准备25万左右。那颗珍珠观海眸标了15万，卖出去的话，正好可以把它拿下来，之后再赶海拿资金置办其他东西。行，这个价格也的确合理。这样，杜大哥，这个塘你先帮我留2天，这2天我回去筹钱，到时候这块全包了。没问题，我肯定给你留着。行。今儿这时间还早，之前你不是说让我钓鱼给你露2手吗？要不咱现在去？行，那咱们现在就走吧，我也想学习学习。走。嘿，小飞，你这还真有说法。这么一会儿，我钓上来的量都赶上我平时半个月的量了。今天啊，真是学到真本事了。主要啊，还是杜大哥你觉悟高。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收拾收拾回去？好，再见。我去，居然是驼背鲈，而且个头还不小。哎，这是雪珊瑚。我的天哪，还是长在活鱼身上的，这也太罕见了。小飞，你这运气逆天了呀！哎，小飞，老哥我就好收藏这些海里出来的稀奇宝贝。你这雪珊瑚虽然个头小了点，但品相不错，而且还是长在活鱼身上，这也太罕见了。这样，你开个价，把这条鱼让给老哥我成不成？
哎，杜大哥，既然你喜欢的话，拿走了便是。至于价钱，你看着给就行。小费爽快啊！那老哥也不能小见，15万怎么样？大哥给的价钱，我当然是愿意。不过哥，你先别急，我这里啊还有另一件东西啊，也不知道杜大哥你感不感兴趣？啊？对呀，我当然感兴趣了。老哥，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。这样13万，我把你这颗珍珠也收了，怎么样？刚刚还在发愁包完鱼塘剩下的钱从哪儿搞，没想到今天不仅遇到了这条长着血珊瑚的驼背鲈，还顺便把这个珍珠也卖出去了。杜大哥可真是我的福星啊！行，没有问题，哥。哎，好，那咱们现在就走吧。我回去了，把钱给你准备好。走。哎，小飞，得等了，一共28万，你看看。小飞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啊，杜大哥，是这样啊，这一部分钱啊，是之前咱们说好包鱼塘的钱，另一部分呢，是我想厚着脸皮请杜大哥帮我买一些鱼塘必用的那些设备。嗨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行，我保证给你弄来性价比最高，又皮实又好用的，放心吧。那这钱我就先收下了。行，那就麻烦杜大哥了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留下来跟老哥一块吃个饭吧。我就不吃了，池山还在医院等着我呢，我得先去看看。哦，这样，那大哥就不留你了，回头设备弄来了，我联系你。行，麻烦杜哥了啊。哎，我走了。哎，池山，那个什么，你转过去。哎呀，我都在干什么呀？好了，你转过来吧。我刚才应该敲门进来的，我没想到你在换衣服。色狼。好了，医生说了，我可以出院了，你送我回去吧。好，行，那我送你回去。哎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还是家的感觉好啊。赶紧回家跟伯母说一声吧。这个水果原本是买到医院给你吃的，既然回家了，就拿回去和伯母一块吃吧。珊啊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呢？妈，今天下午医生刚跟我说的，我实在等不及了。刚好飞哥不是过来了吗？我就让他顺道把我带回来了。好，刚好我买了不少菜，阿飞要是没啥事儿，就留下来吃个饭吧。哎呀，走吧。好。哎，伯母，池山，跟你们说个好消息，前2天不是说要去包个鱼塘吗？正好我朋友那儿就有，然后我今天去看了一下，觉得还挺合适的，然后我就给他包下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一定要好好努力，把我和飞哥的鱼塘经营好。我去接个电话啊。珊啊，给妈说实话，是不是相中阿飞了？妈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那眼都长阿飞身上了，你说妈怎么问这个？哎呦，是有一点儿。这个阿飞倒是人不错，稳重有担当，你要是相中他了，妈没啥意见。妈，这才哪到哪儿，而且还不知道飞哥什么意思。妈觉得，其实阿飞对你也有点意思。真的？咱吃饭吧。这边也没啥能抓的呀。哎，飞哥，你看那有八爪鱼。啊！我去，那边居然有这么多八爪鱼！飞哥啊，今天可是我先找到货了。好，你厉害，赶紧开始抓吧。等一会儿太阳起来了之后，这些八爪鱼啊，可都晒不活了。好。飞哥，你抓了多少呀？抓的差不多了吧？我这儿差不多有个15、16斤的样子，你呢？
我这儿差不多有个13、14斤吧。这样加起来也就是个1500、600块，这次收获不太行啊。他这附近也没别的什么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继续？飞哥，你之前钓鱼不是钓上了不少好东西吗？要不你也教教我怎么钓？钓鱼嘛，哎，也行，反正这块海滩上也没什么东西能抓了。要是咱们再换个地方的话，也要花费不少时间。走吧，试试钓鱼去。好，走。哎，别拽了，再拽衣服都要拽坏了。这杆呢要这么甩，然后等着就行了。大尾巴狼，明明自己也害羞的不行。哎，飞哥，我钓到鱼了！哎，千万别着急，你先溜它一会儿，慢慢让它上来。哦，飞哥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？这个叫三刀鱼，这条个头算是特别大的，估计这一条能卖个2万多块吧。这么多钱啊！没想到吧？你运气倒是挺好，第一次钓鱼居然能钓上这种鱼。这个东西啊，越新鲜越值钱。走，咱赶紧给它卖了。好。王哥，歇着呢。没事，歇会儿。这不听见你的动静，马上就起来了吗？哎，今天抓点啥呀？啊，八爪鱼，个头不错，活力也足。我称称啊，看看啊，这八爪鱼呢，28斤，1斤60，一共是1680。哎，王哥别急啊，重头戏啊在这儿呢。哦。哦呦，三刀鱼，这玩意儿我可有段时间没见过了，还是条个头十足的鱼王啊！凌飞，这三刀鱼给你出这个数，3万块，成交。哎，来，那，今天啊，咱们的运气不错。这一条三刀鱼就卖了将近3万块，然后再加上之前咱俩攒的，算是有将近20万的积蓄，距离咱们鱼塘的起步基本上是差不多了。到时候这边你负责看着鱼塘，然后我再继续赶海维持补贴。等到咱们第一批鱼下来有盈利之后，后边就应该简单多了。嗯，对，确实啊。不过这都过这么久了，杜大哥怎么还没联系我吗？对，杜大哥之前跟我联系了，说他熟悉的那个工程队啊，现在手里有个项目没忙完，还得等个10天半个月。刚好咱现在不是还得赶海攒钱吗？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项目应该也完成了，估计这几天杜大哥就会联系我们了吧。好。哎，杜大哥，啊，明天到是吧？好，行，那我们明天过去对接一下吧。好嘞，哎，你看，说曹操到，杜大哥的电话，他说工程队现在忙完了，等到明天咱们跟他对接去。好，那我明天跟你一块儿去。走，回家。嗯。好，小飞过来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庞天，我的老朋友了。我的鱼塘啊，就是他给改造的。庞天，这位是凌飞，这位是石山。哦，他们两个也想改造鱼塘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了。人家可等了你一段时间呢，你可得给人家服务好了。肯定的。哎，林老板好，庞老板你好，石老板好。林老板，我就是一个大老粗，不太会说话，咱直接进入重点。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改造鱼塘？有方案吗？哦，这个我的方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这块鱼塘给我划分成8个区域，然后近海的地方到时候给我拉下网，最后再下些网箱就行。另外再把一些增氧机、投饵机、监测仪这些设备安装好就行。好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我清一下淤泥，我想加深一下深度。哦，你说的这些要求都很简单，要不了多久就能解决。不过林老板，我倒是有个建议。哦，庞老板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。
就是关于这鱼塘的清淤。其实这个鱼塘上次改造也是我做的。哦，上一个老板在改造的时候呢，刚刚大清过，然后呢，他养了1年不到就不干了，养殖密度也低。我想这塘里的淤泥应该没多厚，没必要清理，毕竟清理一次花费也不少。这么说来的话，的确是没有必要再清理了。这样，林老板，你要是不放心，那我在改造的时候给你测量一下这淤泥的厚度，实在不行，咱再清一下就是。行，那就按庞老板说的来。不过这别的老板都是想尽办法收我钱，庞哥你这怎么还帮我省上钱了？哎呀，整那干啥？杜老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这我怎么可能会坑朋友呢？再说了，给你们服务好了，以后你们有活也都想着我是不是？行，那方案就按照庞老板你说的来。不过这个具体费用大概是多少？不清淤的话，花费就少了，只是装些设备啥的，6万就能搞定啊。咱先付30%的定金，剩下的干完再结。2位老板看怎么样？飞哥，你做决定吧。不过我感觉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。以前爸妈搞的那个鱼塘比这个小，还花了10万块钱，6万块钱的改造费确实不贵。行，那庞老板，咱们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定金我扫你。付过去了。好，定金没问题。那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回去招呼我工程队的兄弟们，要不了几天就能搞定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这家伙做事啊，还是急匆匆的。我觉得这就是做事的风格。不过现在这改造的事好了，杜哥，之前麻烦你帮忙买鱼苗的事怎么样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都帮你联系好了，你要多少我都能给你弄来。说吧，你想要多少个鱼苗？这个吧，我现在这刚做完咱这鱼塘，再加上这装修，手里剩的钱确实不太多了。要考虑到后面饲料的成本的话，我打算先要1万尾的这东星斑鱼苗，然后再要5万尾大黄鱼鱼苗，外加一些牡蛎苗就行。可以啊，你刚开始先少养一些试试水。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帮你联系了。行，那就麻烦杜哥了。好。杜哥还说庞老板，他自己不也是风风火火的？走。行，回家早点睡。明天鱼塘改造就开工了，咱们俩一块去看看。辛苦这么久，总算可以开始了。飞哥，你回去慢点。那我走了。这不是飞哥的钱包吗？真是不小心。算了，给他送回去，免得他找不到着急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阿飞天天跟池山腻在一块儿，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妈，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！这鱼塘现在已经进入改造期了，用不了几天啊，就可以彻底开始经营了。还不错。阿飞啊，你天天跟池山腻在一块儿，就不考虑一下终身大事啊？妈，别瞎说，我不喜欢池山，我就。刚刚跑过去的是池山吧？刚刚跑过去的好像是池山吧？赶紧追啊！快！池山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飞哥，你钱包忘带了，我来还给你。好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你刚才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听到有人说不喜欢我。不是，那个我，你不是什么呀？你在那支支吾吾的。我没有不喜欢你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跟伯母说你不喜欢我？我害羞嘛，而且当着我妈的面，谁能想到你就在门口，然后因为这个事哭哭唧唧的。你不诚实，你还嘴硬。那不喜欢是假的，喜欢是真的喽？对，喜欢。
喜欢行了吧？我喜欢你。哦。就这没了？那你再过来点。飞哥，那个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明天你记得来接我。好。妈，那个我去休息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啊。阿飞啊，吃啥怎么样了？嘿，这小子你看出趟门跟傻了一样。你管那么多，反正是好事呢。来，大伙开饭了啊！来，大伙开饭了啊！哎，好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来，还得是吃老板做的这口饭。就是啊，这2天吃老板娘做的饭都给我吃迷糊，我都想再干慢点，多混2顿饭。哎，去你的！要让我知道你敢偷懒，我皮给你扒了！哪能啊？大伙儿啊，一会儿都慢点吃，这还有酸梅汤，专门带来给大家解暑的。哎，好，大伙儿吃完了，加把劲儿，就剩这一点儿，争取今天完工。好，走，吃饭去。哎，老板娘，干嘛？咱们这鱼塘花了这么久，终于也是快整好了，明天差不多就能完工，也是时候该联系杜大哥帮咱们送鱼苗了。确实，这个鱼塘杜大哥可帮了我们不少忙呢。你觉得我们该怎么谢他？这件事我也想过。首先啊，这个鱼塘也是杜大哥便宜包给我们的。然后工程队啊、鱼苗啊，也都是杜大哥在那儿忙前忙后，不表示一下感谢，确实不好意思啊。我想的是，等咱们鱼塘养成之后，把1成的净利润给杜大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啊。池山，这鱼苗的成长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啊！估计这2天就得再进行2次分筛了。是啊，飞哥，我之前还担心养不好多星斑，现在看来也没那么难嘛。行了，那这段时间可离不开人，你就在这里好好照看这些鱼苗，我去赶海给他们挣饲料钱去。去吧，我等你回来。好。这批海胆个头真不错，看来最近也不用愁这饲料钱了。我去，雷公墨，这居然还能有这种好东西，倒是刚好拿去还杜大哥人情。哎，小飞，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也不跟我打声招呼。杜哥，我这儿赶海捞了几个海胆，过来送给你尝尝鲜。不错呀，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杜大哥，还有这个，这我在海边无意间捡到的，你不好这个吗？拿着玩玩。这是雷公墨，看着品相真不错呀。哎，不行，小飞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，你拿回去。哎，杜大哥，这要放在我这儿就是块石头啊，只有放在董行的那儿，它才有价值啊。杜大哥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爸妈辛苦了，还有诗怡，谢谢你过来帮忙。哎呀，我就是来凑个热闹。妈，怎么样？飞哥把鱼养得不错吧？确实养得好，我还是头一次见长得这么快、这么好的鱼呢。接个电话。小飞啊，有没有兴趣接个生意？什么生意啊，杜哥？你说来听听。我有个朋友就喜欢养些稀奇古怪的鱼，但他又是个会看不会养的。前2天大价钱整了2条叫什么熊喵异形的观赏鱼，
结果一到家没2天就开始厌食，找了些人来看冬妹者。我看你鱼养的有一手，要不要去试试？我那个朋友可是咱们这片最大的海鲜收购商，你要是能拿条线，回头卖货就好说了。行，那改天杜大哥带我过去看看呗。哎呀，老杜，你可算来了，急死我了！哎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位高手？老苏，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林飞，你的鱼有没有救，就看他了。林飞，这位是苏佑，我的老朋友了。苏大哥，哎，林老弟，你快给我看看我那2条鱼吧，这2天啊，快急死我了。来，林老弟，你快看，就是这2条鱼，我买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这2天突然不吃东西了，快愁死我了。苏大哥，你这鱼买回来之后，是不是一天都投喂个3、4次？是啊，这么贵的鱼，那还能让它饿着了？哦，那就没错。这问题啊，就出在这里，这鱼没别的毛病，就是撑着了。而且你之前喂的饵料太多，导致这个鱼吃饱了之后，剩下的那些泡在鱼缸里，这饵料发酵之后，导致这个水变质。你之后把这个鱼缸给清理一下，然后再饿这个鱼2天就会好。就这？就这。这鱼和人不一样，鱼吃起来不知道饥饱，以后你在喂的时候注意点就行了。好。林兄弟，你这方法可真管用啊！这鱼啊，饿了它2天就吃东西了。那就好。苏大哥，你以后一定要记得，喂鱼的时候千万一定要适量。林兄弟，这是枕巾，你先拿着。不行，不要。苏大哥，你这钱给的太多了，我压根没帮多少忙。苏大哥，你这钱给的太多了，我压根没帮多少忙啊！林兄弟，你就拿着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啊，我这鱼一死亏的更多。行，那苏大哥，这钱我就先收着，以后关于鱼这方面有什么问题，你随时问就行啊。不过我还真有事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这2天突然弄的紫焰红鱼特别的名贵，我自己啊没把握养好，能不能请你帮我养到成鱼？那个苏大哥，我这只能说尽量试试。林老弟，你不要有负担，你只管养，养坏了算我的啊。放心吧，苏大哥，我尽量不让这种事发生。林老弟，这事儿不会让你白干的。我看你这池子鱼养的不错，不如这样，咱俩签个合同，等你这鱼下来呀，我高于市场价1成给他收了。苏大哥，那这未免让你太破费了。哎，就这样定了啊！我回头拿份合同，走了啊。不错呀，照这个势头下去，再有2个月，这些鱼差不多也就养成了。飞哥，这是从这个池子里捞出来的东星斑，好像出了点问题，你快看看。烂鳃病石斑鱼，明明已经安装拦网了，为什么会有石斑鱼？池山钩子，我大概是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啊，这拦网怎么破了？我猜的就是拦网破了，导致外海带病毒的鱼游入了咱们的池子里，致使咱们这东星斑受到了感染。池山，你现在去断开7号池和其他池所有的连接，顺便再检查一下其他的拦网有没有破损情况，再看一下其他的鱼池有没有受到了病鱼的侵入。我现在把这个拦网修复了，然后再处理一下病鱼还有侵入鱼，顺便再做一次消毒。去吧。好。爸妈，还好有你们2个过来帮忙，要不然我和池山2个人真不一定能忙得过来。不说那些了，损失大吗？幸好池山发现的早，抢救了大部分的损失，而且这东星斑也是分池养的，那时是长势最差的。过段时间再观察观察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。损失不大就行，都是钱啊！你怎么也不长点心呢？怎么会混进这个石斑鱼呢？确实奇怪，刚安装好的拦网怎么就坏了？你好，请问你是？林老板，我是附近海鱼养殖场的吴足，久仰林老板大名。原来是吴老板，久仰久仰。林老板，最近鱼养的怎么样？烂鳃病不好搞。不知道吴老板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提醒一下林老板，最近养鱼不容易，千万小心点。哦，那不知道吴老板所说的小心点指的是什么？听说林老板和苏老板走得挺近。懂了，原来吴老板就是怕我抢了您的生命。好，林老板是个明白人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之前苏老板的货一直都是我在管，你林老板现在突然横插一脚，说不过去吧？
吴老板，这大家都是安分经营，收谁的鱼那都是苏老板他说了算。您这跑过来找我，我这属实确实有点不太明白。不如您去找苏老板聊吧。好，林老板，看来你这是不打算听劝了。那我们走着瞧。什么人呢？这是不讲理。哼，我就说我们的拦网怎么突然好端端坏了，肯定是那家伙干的，说不定那条碧鱼也是他放进来的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居然会发生这种事。飞啊，我跟你爸早些年养鱼的时候就听说过这吴俗的名号，听说老是耍阴招，好些鱼塘都干不下去了。这次盯着我们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没事的啊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两天咱们都多加小心，别再让他钻了空子。飞哥，这池鱼细心养了这么多天，可算是康复了。长势不错，也不枉咱们费了这么多的功夫。哎，这怎么突然断电了？那这样机不工作，这池鱼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咱们出去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啊。飞哥，发现问题了没？鱼塘这里面我都检查了个遍，没发现哪块线路有问题。这既然鱼塘里没有问题，那应该就在鱼塘外边。走。哎，这怪不得鱼塘那边没发现问题，原来是电箱这边的线被人剪了，而且这线一看就是故意被人剪断的，肯定是吴俗那个混蛋干的。当务之急是先恢复供电，不然咱的鱼没有增氧设备，恐怕坚持不了太久。这样，你先去联系电工，至于我出去办件事。哎呀，这品相，这个头，这光泽，哎呀呀呀呀！没想到才过了这么短时间，林兄弟您能把鱼养得这么好，真是高手。苏大哥，那个其实今天过来，除了给您看一下这鱼的进度之外，我还有个事想问你。哎，没问题，林兄弟，你只管说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那我也就直说了啊。吴俗这个人，您熟悉吗？吴俗，这是给我供货的老堂主了。我昨天还从他那收过一次鱼，怎么了？如果我说吴俗给您供的鱼有问题，这话可不行乱说啊。苏老板，他给您供的鱼，您有在做过检测吗？鱼出塘的时候，采购部门来检测过，收购的时候，检测部门确认过合格证，没什么问题啊。苏大哥，这种事要是没有把握的话，我也不会乱说。您就检测一下，以防万一。如果没有问题，那不是最好不过了吗？好，林兄弟，我信你一次，我再打个电话让工厂确认一下。第一次见吴俗，就感觉他身上的味道不对劲。前段时间偷偷去吴俗的鱼塘调查，亲眼看着吴俗把激素倒进鱼塘，这检查不出问题，我直接把面前这个水箱吃下去，好吧？苏大哥，什么情况？结果显示，这一批鱼确实含有激素成分。吴俗这个家伙，合作了这么多次，算计到我头上来了。我已经让工厂所有人员停工，这份证据我一定要好好保存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苏大哥，我得先回去一趟，我们鱼塘那块采购部的人说要来检测一下。行，林兄弟，我送你，这样快一点。另外，我想看看采购部门是怎么检查的，居然能让吴俗这鱼过关。走啊！飞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飞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就是这个吴俗，带着这个采购部的人，说要什么例行检查，一上来就把咱们东西全给掀了。没事。这位同志，检查可以，但是总得给我们个理由吧？理由？我接到热心群众举报，他说你们在养殖过程中在饲料里添加了违规药品，所以我特意过来检查，这个理由够不够啊？我想这位吴老板就是这个热心群众吧？没错，林老板，我这可都是一片真心啊。我呢，今天过来就是帮你检查检查饲料，明天呢，我再帮你检查检查你的水质，后天我过来，我再帮你检查检查你的鱼有没有生病，你可得领我这份情啊。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先生，你们是有检查出什么问题吗？暂时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，但是林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心尽责。
明儿我们还来，到时候查不查得出来问题，那可就不好说了。林老板，您可得考虑清楚。够了，考虑？你要考虑清楚什么？苏老板，您怎么过来了？关于你给我的那批鱼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苏老板，我卖给你的鱼那可都是好货呀！好货，能把我送进牢里的好货。还有你，你是怎么检查他的鱼的？还有你，你是怎么检查他的鱼的？我正常检查没什么问题啊，这。正常检查？你告诉我鱼里的激素哪来的？苏老板，什么激素？我卖给你的鱼怎么会有激素呢？你还在嘴硬，做生意算计到我头上来了。要不是林兄弟提醒我，我还真就着了你的道了。我已经通知了警察，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苏老板，我们接到举报过来检查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，苏老板。哼，为虎作伥，官商勾结，欺压商户，我呸！你也跑不了。吴老板，你说你恶意竞争、官商勾结、违规养殖、栽赃陷害，那还真是一点人事都不做呀。你猜猜，你这次进去之后得蹲多少年？都是因为你，都怪你！把他俩带走。走，老实点。两位放心，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一定会秉公执法，尽早给二位一个回复。辛苦警察同志了。林兄弟，我想了想，这吴苏找你麻烦呀，跟我脱不了干系，真对不住了。你买鱼我卖鱼，咱们是正常买卖。吴苏那小子自己心眼小，所以才来这儿找我麻烦。这事儿怎么能怪到您头上？要是您因为这不想买我的鱼了，那我才头疼。那倒不会，你这鱼啊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行，有苏大哥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这吴苏啊，能把激素鱼送到我厂里，除了买通采购部门和检测部门的人啊，估计在我厂里也有不少内应，我得回去好好调查调查。行，那苏大哥，我就不留你了，有事你随时联系。啊，行。飞哥，恶有恶报，那个吴苏早就应该被抓进去受罚了，就是可惜了我的鱼。没事，事已至此，咱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，赶紧把鱼塘里的鱼捞出来，要不然会影响鱼的质量。好。林兄弟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这东兴班不到1万的鱼苗，你能养出这么多来，成活率都60%-70%了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嗨，也没什么，我这就是照顾的比别人仔细一些。哦，对了，苏老板，你看咱们这也接连抓了好几天了，我鱼塘里的东西差不多也都抓完了，算是大黄鱼还有牡蛎、生蚝，一共出了多少斤？大黄鱼4万斤，牡蛎7万斤左右，东兴班至少也有1万把斤，加起来差不多200多万。具体的数目呀，还得咱具体抓完再算。这么多呢？既然知道了数目这么多，那咱们就抓紧干，早点抓完，咱早点结账。咋抓完咋结账？来，干把手，我来。吃，快坐下。好吃。这几天真是累死了。对了，飞哥。这几天我们赚了多少？除去成本的话，纯利润大概是在180万左右。啊，这么多！这其中呢，有3成是池山的，还有1成是我们商量过了留给杜大哥的。杜大哥这段时间真的帮我们不少。对了，伯母，之前您生病也是杜大哥帮忙找的医生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爸，妈，伯母，哎呦，这个呢是你们的那一份。这段时间你们也没少帮忙，要是没有你们在的话，我和池山2个人压根也忙不过来这些。这也太多了吧？池山平时没少拿，这我就不拿了吧。还有啊，这钱放你那儿放我这儿不都一样吗？你还给妈干嘛呀？行了，家里现在也没啥用钱的地方，你老爹呢还没到要你钱的时候，自己拿着花吧啊！伯母，干活拿钱这属于天经地义的，你要是不拿着钱，我以后就不找你干活。还有妈，放我这放你那不都一样吗？你帮我存着，留着娶媳妇吧。爸，这儿子给你的你就花啊，别废话。来，赶紧吃饭。行，妈呀，就给你攒着娶媳妇儿用。飞啊，这段时间我也没问你有没有看上哪家姑娘，妈好找人就跟你说呀。伯母，
伯母，那个，我跟飞哥其实已经确定关系了。我们本来想着收完这批鱼之后，就跟你们商量婚事的。你不能给他说其他姑娘的。妈，我就不信你没看出来，还说这话吓唬我俩。那行，今天人也齐，大伙儿也高兴，咱要不商量商量，把俩孩的事儿给定下来？随你们心愿，孩子们呢没意见，我就没意见。我看可以。别管俩孩了，亲家母，咱俩接着说啊。好，咱办喜事啊，可得挑个吉利日子。赤山，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身边，帮助我，相信我。我说过吗？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的。对了，飞哥，你后面打算做什么呀？养鱼、赶海，然后还想着扩大鱼塘。当然，主要的事情呢，还是想翻修一下房子，或者咱们干脆买个新房，然后再要一辆车。我总得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家。